相遇，期盼今生的相依。再看你一眼，渴望来世的相聚。如果坚持到最后，我将不得不离去。你会记得我，记得我爱你。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，相信我会守候我们的根到最后一分，去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那些热血，那些青春，也许不再有深深一个吻，爱上一个人，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。去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。出来，我可就开炮了！潘志雄，你想要什么？你知道四川不能乱，你还给老冯抓起来，你不是故意挑事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潘志雄，你太过分了！康兆民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装的是空炮弹，你要是不把我的人给放了，我改天装上真炮弹，我把你这个跳火队给炸了。不信你试试看。走了，你。队长，他们也太狂了，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白公馆那2个人先不要杀，我倒要看看，谁给他装的这么大的地气。这事我知道了，就这么办。好。老王，老爷，有何吩咐？什么意思？这是谁让你放鞭炮的？大帅，今天是太太的福寿，放鞭炮庆祝呢，这是咱们的老规矩。你懂个屁！蒋委员长刚被抓，你就放鞭炮，你想让我们死啊？这可是太太的福寿，和委员长有什么关系啊？知道的是福寿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帅放鞭炮庆祝呢，赶紧停了吧！大帅，我去了。大帅，你停他干嘛呀？老蒋的咎由自取，就该庆祝庆祝。闭嘴！这位是谁啊？啊，这就是熊大锤子。锤子，给大帅敬个礼。大帅好。都坐吧。大帅，宋子文部长发来电报，说他和蒋夫人准备飞赴西安和张学良谈判。看看，西安的事儿有变化了，所以你们呀不要乱说话，万一被老蒋知道了，吃不了兜着走。我们川军最重要的是不要站错队，懂我意思吧？党中央决定。不能杀他。如果他答应联共抗日的条件，还要释放他。西安事变必须要和平解决。周副主席为此已经去了西安。这太难接受了，他是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罪人呐。我刚听说这个，也接受不了。可是后来想通了，
现在是国难当头，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机时刻，抗日救国是挽救国家民族唯一的出路。只有全国团结起来，才能会凝聚更强的力量。蒋介石在国民党里是有影响的，此前他一直顽固坚持剿共政策，如果他有转变，就搏杀他。可是他能转变吗？这次西安事变创造了最好的时机，使他看清了民众的力量，也让他看到他的那一套政策在军队中行不通。他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，否则他就会被历史淘汰。他蒋介石不是个傻瓜。既然是党决定的，我服从。我要做什么？川军必须要稳定。康兆铭这次先下手为强，川军内部也波涛汹涌，所以要想稳住川军，必须先稳住潘天寿。大帅，我听说你去了2趟，也没有把老冯要出来。我刚才去找康兆铭了，我把那个大炮我架在特务队门口，我警告他，再不放人，我就把特务队给炸了。你这是胡闹！刚才饶国华来找我了，哦，他要包围重庆的行营，你可好呀，炮轰特务队了又。这些事儿，我都不批准。可他抓了我们的人毫无道理啊，欺人太甚了。你要是不给他来点硬的，他怎么可能放人呢？这个时候这些事儿我自会处理，请你们都克制，克制。大帅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能克制，可其他川军将领那就不一定了。听说你们准备救老车同志，你怎么这样看我？我的意思是，老车他们肯定要救，但是要有理、有利、有节，掌握尺度才行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看完了，刚刚马炮从那儿经过，不过他没看见我。哎，怎么样？共产党有什么想法吗？还是要救人，但要以大局为重。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线索，知道他们关在哪儿。搞小特务没用，我去把马炮抓来，他肯定知道这个秘密。上次为了救你，就已经抓过他，他现在学聪明了，身边呀总是跟着人。我不是要抓他，我是让他抹不开脸。我有个特别损的一招，你肯定没见过。苗玉，醒醒啊！苗玉，坚持住！大爸，你到重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啊，我带兵回福江，路上就听到了西安事变，再加上苗玉被抓了，我知道你正着急上火呢，所以我跟锤子一商量，就赶了过来。 哎，司令，你在川东那边怎么样了？我到了川东之后，我把10个团编成了46师的3个旅，把原来的民团又编进了锤子那个旅。现在我们46师就有4个旅，一共是11000多人，
再加上死了70人，我们就有22000多人。你把部队全部拉到富江了吗？没有，还有部分在北碚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北碚。我是军长，我要见见这些官兵，整顿一下，这2天就拉进城来。我也让大帅检验我新组建的46师。司令，在这个当口带兵进城，会不会认为是一种信号？就是个信号。抗兆民不放任，我就带队伍把那特务就给剿了。走。妙玉，醒过来了。你昏过去好几次，我真担心你醒不过来呢。我不等死。老车，你有没有听见？有人一直在叫我名字。你好好休息吧。不错，这才是我潘天雄的兵。是啊，他们以前全是杨绍友的兵，知道古司令被罢了军权，全都失去了斗志。现在知道编入咱们46师，这斗志全回来了。你说当兵的，谁不想跟个好将军？是啊，好。司令，司令，哎，大帅来了，他在操场外面还没进来。他怎么来了？不知道。他这是听到什么消息了？锤子，抓紧时间练兵，我们去见大帅。是。大帅，你来也不跟兄弟我说一声啊，我好出来迎接你呀。我敢吗？你这把部队拉进城什么意思？想造反啊？大帅啊，我得到消息啊，这西安一出事啊，这日本人呢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要趁火打劫呢。我还听说啊，这关东军呢，集结在山海关，这华北的日军也要蠢蠢欲动，我不得不抓紧时间练兵啊。练兵就练兵吧，把部队拉进城，你向谁示威啊？我是想请大帅啊检阅我这支部队，看看我这支部队啊能不能上战场。这还不行吗？贺国光和康兆民已经知道了消息，打电话给我，问我什么态度。我跟他们说，我已经表明态度了。西安的事，我主和不主战，我已经致电南京的何长官了。他们不信，他们现在啊都成了惊弓之鸟，这城里没有中央军呐，他们害怕。你就跟他这么说，你就说啊，我约束不了我的部下，如果不把老冯放了，不把潘天雄的手下放了，这个潘天雄的兵啊就进城了。你就这么跟他说。大帅，我们司令都给你解释这么清楚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
中央军那帮人啊，不给他点颜色，他们不知道好歹。我知道你们想搞什么，明涛，想玩火是不是？可别把火烧在我身上来嘛。大帅，你这么说就不怕寒了川军将士们的心吗？那好，我给他们打电话，把事情摊开，看看他们什么反应。电话在屋里呢。大帅，跟我来。哎，小玉，你说你有主意，什么鬼主意啊？瞧着吧。刚才看您和贺参座接到刘总司令的电话，都有点紧张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潘天雄新组建的46师在北碚，他想开进城里。姚国华有一个团在沙坪坝，也想进城。刘湘说他拦不住，这其实就是在威胁。贺国光决定把冯天魁给放了，以免引起事端。那我们抓的那两个人呢？潘天雄不就是冲着他们俩来的吗？他们性质不同，我们抓的是共党。何况冯天魁被抓，人人都知道。而这两个人，他们没有他们的把柄啊。你刚才去白公馆，他们情况怎么样？啊，目前还活着，估计再不送饭的话，他们就要饿死了。饿死就饿死吧，还剩我2颗子弹呢。这件事一定要保密，谁都不能泄露出去。是。我先过去，要是出什么事儿的话，你赶紧去找潘爷啊！自己小心呐！马炮！哎，怎么办呀？啊，你干什么？潘爷知道的话，肯定会杀了我的。你说什么呀？潘天雄杀你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摸！哎呀，你儿子，这都6个月了，看都看出来了，咋办？你莫名其妙，什么我儿子？不是你在这瞎说什么呀？啊，你滚！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来找你拿主意，你居然叫我滚！你扶楼快活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说给潘爷戴了绿帽子，你现在又来这样，哎，不活了，没法活了！够了！耍什么无赖？他怎么会跟你有那种事儿？你不是想敲诈他吧？我敲诈他什么呀？几个月前在审讯室，在电椅上，他也不管我伤得重不重，我当时又没有力气反抗，他就把生米给煮成熟饭了。不信，你看。啊！你赶紧滚，别在这胡说八道！队长，你别信他了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啊？他在诬陷我。马炮，你这个男人怎么这么没有担当啊？穿上裤子就翻脸。康队长，你要是不相信，现在就把他衣服给撩起来，他的后背上有颗痣。我要是说错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把我杀了。滚！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件事儿我会调查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康队长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跟我回去。哼。哎，怎么会那么大？我姐姐以前教我的，没想到啊，还派上用场了。给你看。好神奇啊！把衣服撩起来，撩起来！队长，你别信那个女人的，她纯粹栽赃陷害我呀！应该把她抓起来。我把她抓起来，那潘天雄不找我拼命吗？啊？
让你拖就拖，撂起来！抓过去！什么样的女人不能碰啊？偏偏碰犯人！ 肚子搞大了，怎么交代啊？队长，冤枉啊！你别伤了他，我根本就没碰过他。别碰他，他怎么知道你的隐私啊？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狠狠的打！我这人治家就如治军，家规就是军规，谁要跟我过不去，我就跟谁过不去。带走。 队长，你别上他当啊！队长，队长！好了。 你跟了我多久了？一点规矩都不懂啊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，打死你我都不心疼。报告队长，贺三所打来电话，他说西安那边出了点事，找您去商量。我今天就给你点教训，把他放下来，好好想想。我们走。是。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队长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呢？哎呦，对付共产党，他也没有这么狠过。来来，行，马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找个地方填伤口去，你去吗？哦啊！队长也真是糊涂，干嘛跟自己兄弟过不去？那傻子当时那脸啊，都被我气成猪肝了。可是当着康少明的面，他又不敢发作，我就一个劲的往他身上栽。这种扯淡的事儿啊，也就你这样的女人能干得出来。哎呀，这男人要碰着这事儿，还真没办法。我就一个字儿，聊。让我说，你也是瞎聊。那康兆民又不是傻子，你说什么他都信呐。康兆民这人啊，我了解得很。他是一个自命清高的人，他是绝对不允许他的部下做出这种事情的。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手下的隐私的？当时啊，在九龙山的时候，我跟我姐抓过马炮，我把它扒光了，吊在梁上好几天。不光我们所有姐妹都知道他的隐私。真的？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起劲儿？我们在聊康兆民跟马炮。我早就看得出来，这康兆民啊看不上马炮。只要这两个人之间有了缝隙，这风啊就能吹大，咱们也就很快能查到姐姐的下落了。看着没有，咱俩比我还土匪呢。你还别说，这么一来啊，这事儿还真有门。大帅刚才给重庆行营打电话，贺国光呢答应放了封天奎，可是康兆民这小子还死不认账。只要我们能查到妙玉的消息，我就可以到特务队找这个家伙摊牌。既然你不把老子当人，老子就把天捅破，看你怎么收场。这支部队是古基乐的部队，
他们整个部队的素质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所以作为你们，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兵，好吧？司令。啊，来，你请坐。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准备吧。是。这2天我还没问你呢，这西安事变，共产党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？是黑脸呢，还是红脸？都不是。周副主席已经去了西安，我们希望和平解决。老蒋把你们搞得九死一生啊，怎么，不想报仇吗？我们现在最想报的是国仇。司令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老蒋死了，国内会是什么局面？这何应钦在洛阳召集了30万大军，数十架飞机啊，大有不扫平西安绝不罢休的味道。这样一来，一场大仗必不可免了。外敌强逼，内战不息，我们这个国家呀，差不多就完了。想不到，司令和共产党的想法是一致的。本来我还想说服你来着。老蒋啊，多少次质疑我死敌呀，把我整得很惨。我跟他的恩怨，一本书都写不完。可你仔细想一想，如果杀了他，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谁来统领？何应钦，哼，那孙子根本没这个本事。司令分析的真是透彻，毛主席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。如果蒋介石他同意联共抗日，不但可以保全他的性命，我们还愿意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抗战。好，蒋介石跟毛泽东相比，缺的就是这种气度和胸怀。司令，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说找你有急事儿，但是他把电话又挂了。谁呀？听出来了吗？我听着像是特务队的马炮，但是我又不敢肯定，他怎么会给您打电话呢？哼，难道是相遇的肚皮功起了作用？不是不可能。走。喂。喂，你是潘天雄？我是。你是谁？你别问我是谁。我告诉你，妙玉和那个龚达关在可乐山的白公馆地牢。喂，潘爷，是马炮打的电话吗？应该是他，但是他不肯说名字。妙玉他们被关在白宫。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，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十分严峻。为了应付西安发生的突变，我已经奉命在山海关集结待命。现在我们在华北的军队都已经进入战斗准备，一旦局势有变，就立刻开展行动，占领整个华北。宋子文部长发来电报，说他和蒋夫人已经飞赴西安，正在和张学良谈判。而何长官也发来电报，要您旗帜鲜明，支持中央军讨伐西安。现在我们收到的信息非常混乱，主战派、主和派都来问您意见，大帅，该怎么回复？蒋委员长情况怎么样？张学良和杨虎城都保证，只要委座答应他们的8点声明，就不会有危险。桂系呢？滇军
阎锡山，他们的态度怎么样？他们大多保持沉默，只有山东韩复榘发了唁电，支持张扬，愿出兵对抗中央军。那他不是找死吗？老韩这么沉不住气。报告，大帅，南京何长官密电。何长官要求我们立刻实施对共党活动的镇压，凡被捕者给予处置。他这什么意思？在这个时候，不是把我往火山里推吗？大帅，现在正值危难时期，稍有不慎，便有灭顶之灾。你要是不执行的话，那你的立场岂不是和张学良、杨虎城一致？万一老蒋将来没事，要是秋后算账，我们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。你的意思是照办？一鸣，我们进去。长官好。报告大帅，潘天雄到了。叫他进来。是。大帅，我已经查到了，苗玉被康兆民关在白公馆的地牢里。我已经派个团将白公馆包围，就等你一声令下，我们就冲进去把人给救出来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接到了一份南京的密电，你看看。大帅啊，你可不能干呐！干了你就成民族的罪人了。这是南京把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啊！潘司令，言过其实了吧？白公馆的地牢除了你的参谋，还有共党。难道你想救共党？有共产党没错，但是西安事变之后，杨虎城、张学良的诉求是什么？他们希望停止内战，联共抗日。如果蒋委员长同意这个条件，大帅，你想想，你怎么样面对全国的百姓？怎么样面对目前的抗战局势？老蒋的一贯宗旨是反共，他能改变立场吗？不可能。凡事不是绝对的，现在抗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，这是大势所趋啊！张杨不是被逼急了，他们能起事吗？老蒋也不是傻子，他不会看不清形势。就算委员长愿意，共产党和他有深仇大恨，有了这个机会，会放过他吗？大帅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共产党的宣传单，这上面有他们的立场，他们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。如果蒋委员长同意这个条件，他不仅可以保全自己性命，而且共产党还会在他的领导下联合抗日。这个，大帅，你要当机立断呐！你这一犹豫，地牢里的人就活不成了。报告，大帅，康兆民刚打了电话，他也接到南京电报，要按何长官指示执行。他决定把监狱里抓到的共产党全部枪决。大帅，怎么办？大帅，这是他们把你架起来了，不行，我得先下手为强啊！急什么？我再考虑一下吧。等你考虑清楚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留在这儿，等着大帅的消息。大帅啊，兄弟我可不等了，有什么事情我自己兜着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！真是个急性子。
马炮，你过来。外面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有那么多川军？他们发现这里了吗？队长，是潘天雄的兵，他们敲了好几次门，我都没开。对了，刚才刘总司令的副官打来电话，他问我们抓的人是不是关在这里的地牢，所以外面才会有这么多川军。白公馆是我们的秘密据点，谁泄的密啊？是你？不是，怎么可能是我，队长？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？队长，西安发生事变，你是重庆最大的目标，而且您每天都坐车往这里跑，只要有人跟着你，就能找到这里。是您自己泄了密。刚才潘天雄的兵在外面，到处喊您的名字。哎，老八和小柱他们都听到了。是，我还听他们嘀咕呢。见队长在白公馆进进出出，所以才怀疑到了这里。胡说！要是这样，我现在就把关押的人杀了，谁也别想把他们救出去。参谋长，里面情况怎么样？康兆民刚刚进去。我们冲进去。等一等，司令马上过来了，看他有什么指示。你去打探一下，看看里面多少人。是。机枪架起来！弟兄们，潘天雄把我们包围了。刚才他打来电话，要让我们把关押的2个人给放了。如果不放人，他就派兵冲进来。这是在威胁我呀！啊！你们说，我能答应他吗？队长，他如果不答应的话，我们这些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好啊，那我就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把地牢的2个人给我押出来。如果他再派兵冲进来，我就先杀了他们，大家同归于尽。带人！队长。把他们拖出去，送他们上路。是。走。走。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看来我们要一起赴死了。走。报告大帅，贺国光在桂花楼被饶国华的部队包围了，冯天奎也去了。他们要干什么？难道想杀了贺国光报仇不成？潘天雄也把白公馆包围了，机枪都架上，看样子他们马上就要冲进去了。全乱了套了，让他们给我克制。这个时候，还以为我川军要造反呢。大帅，重庆行营在四川作恶多端，激起公愤了。这个时候还不知悔改，这就叫恶人有恶报。他们咎由自取，不用理会。我能不理吗？以后这笔账要算到我头上。报告参谋长，这附近的路口都封锁了，电话线也切了，就等你即刻下令。哎，里边多少人弄清楚了吗？只有康兆民的特务，不到20人，不堪一击。我们进攻吧！来着！司令。瘸子，到。小白，把大炮抬过来，把这铁门炸开。
弟兄们，今天或许就是我康兆民的死日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我们就给他来个鱼死网破。我先杀了他们。队长，我们可以跟潘天兄谈一谈。谈什么？我是伟祚的忠实信徒，唯有以死效忠，谈就是投降，我宁死不降。别动！别乱动！你敢乱动，我就打碎他脑袋！冲进去！快！快！站住！快点！把他们全部小心！小路，小弟，旁边有一层铁杆。潘天兄，胆子不小啊！你想救共产党，与他们同流合污吗？我告诉过你，你别惹我，再惹我就炸！生真